王妃恕罪，王爷他又吐血了，实在起不来身迎亲。太好了，3个月，最多3个月，我就能以静安王妃的身份光荣守寡，然后拿着朝廷发的赡养银子，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开一间江湖游医馆，专治各种太医院不敢治的疑难杂症。小姐，您别这样，让人听见了不好。怕什么？你家小姐我今天嫁人，高兴还不行吗？可您嫁的是个快死的人。傻丫头，我问你，开一家医馆要多少钱？少说也得5000两银子。那朝廷给静安王妃的抚恤银子是多少？好像是1万两。那你说这买卖划不划算？王妃，这就是王爷的卧房。你就是苏家女儿？是，臣女苏婉清，见过王爷。孤听闻苏家大小姐是京城第一美人，你……王爷有所不知，我姐姐她突然得了急症，怕过了病气给您，就让我来替嫁了。急症？对，脸上长了个痘。王爷，您平时都喝什么药？太医院开的方子，补气养血的。喝了多久了？3年。那怎么还没好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这太医院开的方子也太平庸了。王爷您这病我早就研究过，根本不是什么绝症。哦，苏小姐还懂医术？岂止懂，我不光懂，我还有独门秘方。这是什么？我自己研制的还魂丹，用了749味药材，以文武火反复炼制7天7夜，专治久咳不愈、肺气虚弱。王爷您试试，保证药到病除，就算除不了，也绝对吃不死人。苏小姐，你确定这药能治本王的病？当然能，王爷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吃一颗给您看。不必了，姑还是信你的。王爷您怎么了？别慌，这是正常反应，药力正在打通他的经络。打通经络能把人打通成虾面？这叫排毒反应。你看王爷咳得得多有劲儿，像是1个月前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吗？王爷感觉如何？还行。我就说嘛，你看王爷都承认了。流血了，太好了！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咳血说明肺里的淤血开始排出来了，这是好转的迹象。我家门口那个卖豆腐的王老五，咳了10年血都没死，最后是吃豆腐噎死的。所以咳血不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……你闭嘴！小姐，昨天晚上王府里的下人都在议论您。议论什么？说您是阎王爷派来收魂的。放屁！我明明是月老派来续命的。福叔，厨房在哪儿？我要给王爷熬汤。王妃，王爷的膳食有专门的人负责。那些庸医懂什么？王爷这病必须以毒攻毒。
辣椒、花椒、生姜。王妃，王爷身子弱，吃不了这些。懂什么？这叫温阳送寒。王爷为什么常年咳嗽？就是因为寒邪入肺，只有把寒气逼出来，这病才能断根。这又是什么？十全大补汤，用了人参、当归、黄芪、鹿茸，还有我独家添加的10几种温补药材。我的天！王爷您趁热喝，喝完发一身汗，保证舒服。苏婉清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打算谋害亲夫？王爷何出此言？我对您一片真心，天地可见。那你先喝一口。王妃既然说这汤是补药，那你也该补补。我身体好，不需要补。身体好才更要补。来，张嘴，不喂你。水！苏婉清，你连自己的药都不敢喝，还敢给姑治病？谁说我不敢喝？我这不是喝了吗？这正好说明我的药确实有效果。你看，你不咳了，我替你咳了。好像真的不咳了。什么？真的不咳了？至少这会儿没咳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的偏方有用，我就是在世华佗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分明是那碗汤太辣了，姑的注意力都用来忍辣了，忘了咳嗽。那不一样吗？管你是因为什么不咳的，反正不咳了就是我的功劳。苏婉清，你脸皮比你爹的医术还厚。哼，承让承让。这是什么？油炸臭豆腐，用来治王爷的积食之症。您最近不是总说没胃口吗？这个一吃，保证开胃。你从哪里弄来的臭豆腐？我自己做的呀，在后院埋了3天呢。苏婉清，你是第一个能让姑无比渴望康复的人。真的吗？王爷，你也觉得我的治疗方法有效？不，因为只有康复了，才能阻止你继续折磨我。王爷，您这话就伤人了，我分明是在救您。你是在用姑的命验证你的偏方。苏婉清，要不这样，姑每个月多给500两银子，你别再给姑熬药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医者仁心，我怎么能为了钱放弃患者的救治？哼！那你别收朝廷的抚训银子。那也不行，该是我的就是我的。你什么都没做，凭什么拿抚训银？凭我嫁了个短命王爷啊！所以，你是冲着姑死了以后那笔抚恤银子来的。王爷，您听我狡辩，不是，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很好，苏婉清，你成功激起了姑的求生欲。什么意思？为了不让你白捡那1万两银子，姑打算努力活下去了。那可不行。我的意思是，王爷不必勉强自己，人各有命，强行续命反而折寿。福叔，从今天起，给王妃月事银子翻倍，她想要什么药材都给，不够的去宫里找皇上要。王爷，这毕竟王妃是为了姑的抚训银子才嫁过来，姑怎么能让她空手而归？这人怎么还惦记这句话？太医院那边已经安插了我们的人，李院判没有起疑。还有，那批药材已经运出城了，按照您的方子再熬制，3天后就能分发给中外的病人。宫里有动静吗？皇上最近找钦天监问了几次天象，似乎在试探王爷您的病情。今天早朝上还特意问起王爷说，三弟卧病3年，
朕甚是挂念。他是挂念我怎么还不死吧？这什么情况？这个说话中气十足的人，真的是我那个随时要断气的病秧子丈夫？萧景苑装病是为了什么？还有皇上为什么要试探他？当今圣上登基不过4年，当年先帝的其他几位皇子病的病，废的废，死的死，只有靖安王活着，也是命悬一线。谁派你来的？说，是皇上，还是……等，是你自己把我娶回来的，圣旨是你求的，其实是你定的，你还问我谁派来的？你是不是装病装傻了？我就说嘛，太医院那些老头子治不好的病，怎么我的偏方喝下去反而更严重了？合着你一直在演戏？主子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要不要？要你个头！我是他明媒正娶的王妃，你知道杀了靖安王妃是什么罪吗？诛你18族还带拐弯的！出去。可是，出去。你根本没有病，对不对？你是大夫，而且还是医术很高明的那种。你每天晚上偷偷研究医书，还派人去给城外的病人送药。苏婉清，你把姑的脉象搭过多少次？7次。7次都没有发现姑没病，你这医术比姑想象中还要差。我是故意没发现的，这叫将计就计。哦，那你将计就计的目的是什么？等着领抚恤银。所以你是真的盼着姑死？倒也不是。王爷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给我交个底，你装病是为了什么？是不是跟皇上有关？姑可以不杀你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从今天开始，你继续演不知道这件事，继续保持你那个脑子缺根弦的样子，该熬药熬药，该判姑死判姑死，什么都没变。你才脑子缺根筋，我那是要给你治病。姑没病，不需要治。可你需要装成有病，那就是说我越是折腾你，你那病重的样子就越真。那我岂不是想怎么治就怎么治？反正你越惨，皇上就越信你命不久矣。王爷，咱俩是绝配啊！你需要一个演技好的王妃，我需要一个经得起折腾的病人，这不是天作之合吗？姑突然后悔跟你说实话了。来不及了，我这就去给您熬药。今天新研发了一款断魂汤，用了我祖传的秘站住！方。苏婉清，今天晚上的事，一个字都不能说出去，否则什么？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领到那笔抚恤银子了。成交，王爷放心，从现在起，我苏婉清就是您最得力的搭档。心跳怎么漏了一飘？一定是刚才被他吓的。不过王爷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既然是神医，那你的医术肯定比我爹还厉害吧？那王爷能不能抽空指点我一下？别的不说，起码让我能把脉打出个虚实，别像你这样的，我搭7次都搭不出来。苏婉清，你是第一个在知道姑的身份后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学医的人。那不然呢？我该想什么？正常人应该害怕，毕竟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。嗨，我连你那抚恤银子都惦记上了，还怕什么秘密？这2样东西哪个要命？自从知道了萧景渊的秘密，我的日子反而过得更舒坦了，因为我不需要再小心翼翼的担心把他治死了。王爷，起床喝药了。今天又是什么五毒断魂汤，用了我新研发的配方，
特意加了3倍黄连。你放这么多黄连干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因为黄连苦啊，你喝完之后把脸皱起来，脸色就会特别难看，脸色难看，看着就像病重，皇上的人不就更加信了吗？苏婉琪，你是不是在公报私仇？哪有？我这分明是尽职尽责。王爷，您一定要喝药啊！您不喝，您的病怎么会好呢？您不好，妾身可怎么办啊？王妃对王爷真是一片真心。王爷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药太苦了？别担心，药苦才说明有效果。是啊，苦的姑想死。千万别死，王爷，你要好好活着。等您病好了，妾身还想跟您一起去城外放风筝呢。多好的王妃呀！以后她说什么你们都听着。是，谁要是敢怠慢了王妃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王爷，您好好休息，妾身去给您炖晚上的补汤。不用了。要的，王爷的身子就是妾身的命。晚上熬什么好呢？加半斤苦瓜还是1斤辣椒？哎呀，王妃，你好啊，怎么称呼？属下雨竹，是王爷的贴身侍卫。雨竹，这名字真好听。那个雨竹啊，你们王爷平时都怎么给人治病的？你跟我说说呗。属下不知王妃在说什么。别装了，你们王爷是鬼手神医，对不对？我早就猜到了。王妃你……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我只是想说，既然王爷这么厉害，让他收我当徒弟呗。我要求不高，每天教我1个方子就行。你去跟王爷说说，就说他最心爱的王妃特别想学医，要是他不教我，我就继续给他熬断魂汤。我去问问王爷。圣旨到。王爷恕罪，下官要为您请脉。完了，不会被看出来了吧？王爷最近可是服了什么特殊的药？是啊，太医，王爷最近每天都喝我亲自熬的补汤，里面有辣椒、花椒、生姜、蒜头，全是回阳救逆的好东西。辣椒、花椒？对啊，以热制寒嘛。太医，您说对不对？王爷的病着实棘手，下官这就回宫向皇上禀报。这脉象乱成这样，怕是真挨不过3个月了。反应还挺快。那当然，辣椒、花椒、生姜、蒜头，你说这太医回去会怎么禀报皇上？大概会说靖安王妃是个庸医，病急乱投医，再给姑吃乱七八糟的偏方。那不就对了？太医都这么说了，皇上肯定更加放心了。苏婉清，姑还以为你会露馅。开玩笑，我苏婉清这辈子最擅长的2件事，一个是怎么把药做得巨难吃，另一个就是演戏。我小时候为了不上课，能在我爹面前装3天肚子疼，连我爹都看不出破绽。不过，你的脉象为什么会那么乱？李太医看起来很老练，不应该这么好骗。有一种针法，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扰乱经脉，让人探查不出真实的脉象，代价是会有些疼。所以每次有人来给你诊脉，你都要先扎自己。我需要你帮一个忙。什么忙？替我挡一挡宫里来的人。你越是折腾的厉害，他们就越会认为姑命不久矣。但相对的，你会背上庸医王妃的名声。我当是什么事儿？名声那玩意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本来就打算开江湖游医馆的，江湖游医都被人骂庸医，正好提前适应了。干嘛？看得浑身不自在。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你比姑想象中有意思。
王爷说，让王妃先把这本诊脉心法背熟。他答应教我了。王爷还说，如果王妃背不下来，就继续喝王妃熬的汤。王爷，该喝药了。今天这药又改良了什么配方？加了半斤苦瓜，苦上加苦，保证你喝完脸色铁青。昨天是黄连3倍，今天是苦瓜半斤。苏婉溪，你是想用苦味把姑送走吗？送走是不可能送走的，你答应教我针灸的，在那之前你必须给我好好活着。苏婉清，除了苦瓜，你是不是还放了别的东西？就顺手加了一点我前几天在集市上淘到的泻盐。苏婉清，这不是为你好吗？你想啊，脸色发青，在家跑肚拉屎，效果才更细针。太医昨天不是说要来复诊吗？他一瞧你这副样子，还不回宫，就跟皇上说晋安王半只脚都踏进鬼门关了。来人！王爷有何吩咐？去请太医，就说本王吃坏了肚子。是。你不拉了？泻盐对我没用，但是演戏要演全套。那你刚才装的。王爷这2日是否食欲不振、腹痛腹泻？是不是时不时还犯恶心？唉，王爷的身子实在是太虚了，老臣回去就向皇上如实禀报。唉。你是没看到他那个表情，他说你身体太虚了。说起来，你今天去集市买了什么？你看，你要这些做什么？品色还不错。我准备研制新药。这次又是什么？安心养神汤，专门治你的失眠之症。我不失眠。你当然不失眠，但是你装病的症状里应该有失眠这一条。你想想，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怎么可以睡得着觉？失眠才能让病情看起来更严重。苏婉清，你对怎么让姑看起来很残这件事，为什么这么热衷？因为我是个认真负责的人，既然答应帮你演戏，就要演到最好。这个是当归，是最常用的一种，其味甘辛，性温，既能补血，又能活血，还能调经止痛。不过湿盛中满，大片溏泻者忌服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那复述一遍。什么？当归的3种用法。朽木不可雕。谁说不能雕？你再讲一遍，这次我肯定记住。自己看，不懂的来问。你把这本书读完，我就开始教你用针。真的？前提是，你不能再往我的药里放泻盐。不放，不放，不放。小姐，大小姐来了。谁？我姐。她来干什么？说是来探望您，但奴婢看她脸色不太好。瘦了，还以为你在王府吃香喝辣呢。哪能啊，王爷都快病死了，我哪好意思吃香喝辣？他真的快不行了。上回太医来说最多3个月。小婉，姐姐这次来是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？我后悔了啊！当初是姐姐不懂事，让你替我跳了这个火坑。姐姐越想越觉得对不住你，所以
姐姐想通了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既然是圣旨，就该由我来承担。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姐姐愿意嫁过来，换你回去。什么？这位就是苏家大小姐，果然是个美人，可惜姑时日无多。既然王爷身体不适，臣女就先告退了。不是说想通了要嫁过来吗？我刚才说着玩的，他那样子，谁嫁谁守寡。你这姐姐变脸速度比你熬的药还让人猝不及防。不过，她今天来未必是自己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是谁让她来试探的？试探？你姐姐是京城第一美人，求亲的人踏破了门槛，你爹却让她替你嫁进王府冲喜，这本就不合常理。你怀疑是有人指使她来探你的虚实？谨慎些总是没错。看来有人着急了。苏明月今天也太反常了，他虽然跟我关系一般，但心思并不算坏，是不是被威胁了？难道我还是去问问萧景妖吧？主子，宫里的眼线传消息出来，说皇上最近频繁召见钦天监，而且每次都问同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紫微星旁边的那颗辅星为何越来越亮了？紫微星是他自己。辅星，真是……看来皇兄的耐心快要用完了。苏婉清，你清醒一点，你当初嫁过来是为了抚恤银子的，她现在死不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。王爷，户部尚书被弹劾贪墨军饷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当场就被押入大牢。户部是钱袋子，砍了户部，下一步就该轮到兵部，等姑身边的人都倒干净了，就该轮到姑了。主子，要不要通知我们的人先下手为强？不可，他等的就是这个。让太医院的人传消息出去，就说靖安王昨夜又遗血了，这次比以往都严重。怎么了？他又要派人来给你诊脉了，对不对？你又要用那个针法了，对不对？担心我？谁担心你了？我去给你熬药。王爷，最近可是受了风寒？不曾。那是情绪波动较大？姑一个病人，能有什么值得情绪波动的？王爷这脉象，属下官直言，实在是前所未见的凶险。王妃请节哀，王爷的情况，怕是连这个月都熬不过去了。唉，看完了。看完了，还知道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下午骗那个张太医的时候，根本没用什么扰乱经脉的针法。你是大夫，你自己就能控制脉象。之前之所以要用针，是因为李太医医术更高明，不好骗，普通太医根本不需要。你比我想象中聪明。你之前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什么时候骗你了？你说那个针法会疼，你故意说的那么惨，是不是想让我心疼你？苏婉清，你是第一个能把姑的套路拆穿的人。所以呢？你承认你是在用苦肉计？是又如何？你心疼了吗？谁心疼你？
我是怕你死了，我的抚恤银1万两银子，我给你，不要再等抚恤银了。等你病好了，你让我出府开医馆。好。你教我医术，让我考太医院。好。那你要帮我挂牌匾。别说挂牌匾，以后医馆赚的银子全部归你。王爷，你刚才不是叫我萧景渊吗？那是刚才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快要喘不过气来了。主子，您这样会吓到王妃的。不会，她的胆子比你想的大多了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什么呀？以前您说女人只会影响失贞的手速，还说过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写完《千金方》新编，其他事你今晚话太多了。要是以后我开了医馆，你们这种人我全都治，不收钱。姑娘是哪家医馆的大夫啊？我还没开医馆，但我爹是太医院院判，我叫苏婉清。等我的医馆开业了，你一定要来捧场。朕命太医院全力救治，为何疫情仍在蔓延？不是普通的瘟疫，老臣无能查不出病因，也找不到治法。王爷，小姐她一个人去城东了。她一个人去的？是，小姐留下这封信，说她研发了什么新药，要去试试。她还说什么？说如果他没回来，让王爷自己保重。萧景渊，我去城东了。你教我的那些东西我没白学，我自己配了一个方子，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我想去试试。你说你是神医，可你装病装了3年，你的身份不能暴露，我知道。所以这次我来，万一治不好人，死了就死了，反正世道少一个庸医也没什么大不了。万一治好了，你得把我的医馆给我开起来，说好了的。雨竹，属下在，备马，让暗卫全部出动，封锁城东外围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主子，那您去城东。主子，您如果去了，3年装病就3年装病，如果他没了，我装给谁看？皇上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靖安王办事，挡我者死。把这个药喝下去，虽然很苦，但是苦才证明有效。婆婆，您好好躺着，明天我再来给您送药。谁？你怎么来了？来给你送药。可是你的身份……什么身份？在你面前，我是萧景渊，其他什么都不是。对不起，我自作主张了。可是我真的……苏婉清，这个方子是谁教你的？我自己配的。你这段时间教了我很多东西，我按照你说过的辩证思路，试着把几味清热解毒的药组合了一下。你知道你刚才治的是什么病吗？不知道，我就是试一下。这个病，我父亲研究了10年没有攻克，太医院用了3天，束手无策。禁军准备明天烧掉整个城东，而你，用你那个半吊子医术，把我父亲研究了10年的难题给解了。
怎么可能？把这个方子记下来，让安卫送到太医院，就说是静安王府的人找到的。另外，让太医院所有的大夫天亮之前全部到位。我真的是对了。对了，我不是庸医，从来都不是。我爹说我不行，我姐姐说我不行，太医院所有人都说我不行。我活了17年，第一次有人说我治对了。以后天天说。萧景渊，你真的不是什么短命鬼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是天下第一神医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我还能继续给你熬药吗？你要是好了，我就不能给你熬药了。熬，想熬多久熬多久。等这场瘟疫结束，我要跟你要双倍的月历银子。为什么是双倍？因为现在全京城都知道静安王妃是个神医了。昨天还濒死的病人，竟然已经退了热，开始喝粥了。小婉，爹，我是不是可以出师了？主子，消息已经散出去了，现在全京城都知道，昨夜有个蒙面大夫进了成都，一夜之间控制了疫情。皇上那边怕是瞒不住了。那就瞒不住吧。您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我装病装了3年，躲了3年，藏了3年，是该让某些人知道静安王萧景渊还活着了。传静安王携王妃即刻入宫觐见。皇上说，听闻王爷近日贵体康健，圣心甚慰，还请王爷务必亲自前来。臣弟遵旨。走吧。你就这样去？他摆明了是让你去送死的。他不敢光明正当的杀我，至少现在不敢。为什么？因为昨天晚上，你的方子救活了1372个百姓，他们的家属联名上书，说救他们的人是一个蒙面大夫和一个年轻的姑娘。今天早上，全京城都知道那个姑娘是静安王妃，而你是我的妻子。他们感激你，也就不会让我死。走，去见见我那位好皇兄。臣弟参见皇上。三弟不必多礼，朕听闻你近日身体大有好转，甚为欣慰。这3年来，朕日夜挂念，如今总算是放心了。托皇兄洪福，臣弟近日确实感觉好了一些，尤其是内人研制出抗疫药方之后，臣弟深感不能埋没了他的功劳，一高兴，这病就好了一半。哦。朕听闻昨夜有位蒙面大夫出现在城东，一夜之间控制了疫情，莫非是静安王妃的功劳？回皇上，不是臣妾的功劳。那是谁？是鬼手神医。鬼手，朕请了他3年，他推辞不入宫，如今竟为一个瘟疫现身了。回皇上，鬼手神医有规矩，只救百姓，不入朝堂。昨夜他出手，也是因为疫情危急，不能袖手旁观。那药方呢？
药方确实是静安王妃拿出来的，她是太医院院判之女，自幼学医，在这场疫情里，她功不可没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李太医当场验方，若真有效，朕重重有赏。回皇上，此方确实有效。昨日服用此药的重症病人，今晨已有70%退热。好，静安王妃妙手回春，这次立了大功，赏。传朕的旨意，封静安王妃为一品诰命夫人，赐号慈安。臣妾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三弟，你这王妃可是个宝贝啊。臣弟也觉得，只是朕很好奇，你那顽疾怎么说不咳就不咳了？莫非也是静安王妃的方子治好的？不敢欺瞒皇兄，臣弟的病，一半是静安王妃照料的好，另一半是鬼手神医。哦，鬼手去过静安王府？是，那夜鬼手在城东救人后，臣弟派人请他入府一叙，他为臣弟施了一次针，又开了一个方子。也就是说，鬼手能治你的病？他说，臣弟只是体弱，不是绝症。臣弟这些年一直病着，太医院各位大人都来诊治过。如果臣弟是装病，那岂不是在打所有太医的脸？李太医，您说是不是？启禀皇上，王爷的脉象这3年确实凶险，或许是近日瘟疫危机激发了王爷体内的正气，再加上鬼手神医妙手施针，病情好转也在情理之中。既然如此，传朕旨意，晋封静安王为静安亲王，加10亿2千户；鬼手神医救驾有功，加金1000两，赐太医院院所之职。皇上，不好了！七皇子忽然昏厥，太医们束手无策，皇后娘娘急得昏过去了。怎么回事？启殿下他呼吸快没有了。皇兄，让臣弟的王妃去看看。她是太医院院判之女，又跟鬼手学了2手。太医院此刻都在前朝查验药方，让她先去看看七皇子，或许能拖到李太医赶到。快去！说什么呀？麻烦几位嬷嬷把殿下的衣领解开，把他侧过来，再拿一条热帕子和几根银针来。这里人中穴向上斜刺3分，这里内关穴直刺5分，粘转至酸胀为止。记住了吗？我救活了一个皇子。苏家姑娘，这个恩情，本宫记一辈子。景渊，关于鬼手，婉清姑娘多吃点儿，今日真是辛苦你了。席间，萧景琛几番想开口让鬼手入朝，都被皇后不着痕迹地挡了回去。他已经知道鬼手不愿意入朝，也知道今天要是没有萧景渊，他的儿子已经没了。萧景琛只好作罢。你今天救了七皇子，用的是我教你的针法。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鬼手的亲传弟子。那咱俩的辈分怎么算？你是我师父，又是我夫君，我以后叫你什么？叫夫君。萧景渊，
这是我的医馆，招牌上写的是苏氏医馆。你能不能不要来砸场子？一个上午看了40个病人，病人都涌到你面前去了，我面前只排着2个，一个是走错路的，一个是来看热闹的。是他们自己过来的。那你不会让他们去排我那边吗？我说了，我说我夫人医术比我更好，但是他们都不信。你明明就是在拆我的台。我没有。你就是有。哼。那明天我戴口罩。你离我远点，我还在生气呢。那你要怎么才不生气？去给我买城东那家老字号的糖炒栗子，要现炒的，热的。好。然后回来给我剥壳，一个不能碎。好。然后负责给明天所有到苏大夫这边看诊的病人，一人送1份免费的十全大补汤。那个汤，你是说之前你给我喝的那个？对啊，我的招牌汤。你是想把他们治死吗？萧景子，晚上回来跪搓衣板。萧景渊，你说你3年前见过我，还是一见钟情，到底是哪一次？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？那年在灯市，你蹲在路边给一个乞丐包扎伤口，你说以后要开一家医馆，专门给看不起病的人治病，不收钱。我站在旁边看了你很久，当时我就想，这个姑娘，我一定要娶。3年前你就想娶我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当时又不认识我，我总不能突然出现在你面前，说我是靖安王，我要娶你为妻。那你后来怎么知道嫁过来的是我？探子回报说苏家2小姐替嫁了。你知道是我替嫁，就不想抗旨了？萧景渊，你真是个傻子。彼此。